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0日下午的13点5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我们今天是周一，我们可以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的盘前合约，也就是道指的主联。目前呢，它处在一个十字星的状态啊。震荡方向不明，但整体来说啊，通过当前的震荡可以判断，今天晚间道指会出现一个平开的走势。那么目前道指已经出现了两根下跌阴线之后，几乎接近了前低28715。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啊，周线级别2轮半的下跌吸收之后，道指发生了一轮周线的反弹，周线反弹的起始位置呢，我们看到了是3万点，也就是169日均线的这个支撑上。一轮周线反弹之后，出现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收，在周线级别下跌吸收之中，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走完周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我们给出了预期，就是我们 K 线吸收战法里面有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方向切换，时间级别切换，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在这个老虎证券这里边看不到4小时级别，我们拿这个2小时级别去看，2小时级别上发生了2小时级别的反弹，反弹之后回落下来之后，我们认为它的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预期没有完成，我们认为它的反弹预期呢是能够到达31000点啊，也就是道指的31000点。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反弹之后的下跌的这个过程呢，是因为美国有一个消息面的利空，这个利空呢就是非农数据低于预期啊。每月的第一周的周五啊，它都会公布这个数据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呢是低于预期的啊，所以呢美股出现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是这个下跌呢，我认为是一个震荡的开始，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周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它有4小时级别反弹的预期，但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到利空回挫下来之后，它仍然有围绕低点和这个上方的31000点的这个阻力位啊做震荡的一个预期。所以呢，通过美股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标比特币啊，那目前呢，比特币依旧处于18500美金上方。那么这个18500美金呢，是我们观察到的第3次波谷的位置。那么在这个上方上啊，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首先呢，它的第一轮反弹接近18500这个低点的时候啊，出现了2次插针。第一次插针呢，建立了一个低点啊，也就是说从3万美金到17605这个低点，我们把它忽略不计。为什么忽略不计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体育比赛的过程当中，往往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嘛。那么这一低点就是最低分，我们应该把它忽略不计。忽略不计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1次波谷、2次波谷。那么当前时间反复围绕低点18500美金附近做震荡啊，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仍然处在什么呢？第3次波谷行情当中，只要不跌破18500，只要不长时间跌破18500，我们看的是4小时级别啊，我们就认为行情有重新反弹上来的可能性。同时呢，这轮同步美股的反弹，我们观察到什么了呢？观察到美股做出的是什么时间级别的反弹呢？它做出的是2小时时间级别的反弹。我们看到美股在2小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反弹吸油，那么比特币这个轮行情伴随美股出现的反弹时间级别呢，它是4小时级别的啊。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虽然它走势有点乱啊，但是我们通过合并 K 线可以找到这样的规律，并且它的反弹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呢？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反弹呢，首先它是由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
波峰连线啊，在这里面画出来了，看图啊，波峰连线画出来了，波谷连线18500，画出来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发生双重巴特。双重巴特对多空两方面均进行绞杀之后，行情越来越出现缓和的走势，三角形的角度呢越来越窄，在这个窄的三角形当中呢酝酿出来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然后利空出现，也就是美股非农的利空出现之后回打下来。那目前从周六到今天周一，行情一直在19500美金附近做震荡啊。同时呢，这个位置上啊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位置大概是在10月14日，焦点的这个位置也对价格起到了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啊，起到了一个吸引力的作用。那么当前行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3次波谷形成之后的18500美金。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啊，伴随美股啊，比特币的行情依然有机会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也就是这个位置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啊。我们调到日线级别去看，日线级别上当前时间已经走出了什么呢？已经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虽然这2天的回调几乎将这个阳线杀死，但它没有完全死彻底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对行情的反弹依然有这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到达21500美金附近我们的一个目标位。同时21000到22000这个区间呢，是前面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啊，整轮行情它的第一轮反弹啊，第一轮反弹是在这里面啊，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反弹，日线级别反弹还不完整，日线级别反弹之后做4小时级别下跌，4小时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做4小时级别反弹，那第二轮反弹幅度 23%， 第一轮反弹幅度 43%。 那么这一轮反弹呢，我认为它的反弹幅度是在 15% 到 20%， 是要弱于第一轮反弹和第二轮反弹的啊。总之呢，第3轮波谷出现之后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预期到达之后出现第4次波谷的时候，才是行情什么样呢？行情一个下跌趋势开启的时间点啊。所以呢，在当前时间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今天是10月10日啊，距离比特币月结束还有2旬啊，还有20天，对吧？还有20天，所以呢，行情还有机会出现反弹。那么反弹就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握大的趋势啊，大的趋势是下行趋势，反弹只是反弹，它不构成反转。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反弹到达我们的目标位，我们的位置是处在21500布局空单。啊，这样呢，我们就把握到了趋势和位置2方面的东西。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啊，特别是在当前行情震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仓位，不要全仓梭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时间呢，行情都处在这样的震荡行情当中，90%的时间都处在这样的震荡行情当中。震荡行情呢，是最消磨人的意志的。你的仓位在这里面经过你不断的开平，对吧？你会不断的损失你的本金，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啊，尽量控制好你的仓位，不要乱动，不要做无谓的操作，不要操作过多，操作过多呢，一定会磨损你的本金。所以呢，行情对于多头来说是有机会的，对于空头来说，我们等待机会。多空两方面均呢，都有可能在行情当中赚到利润，但是你一定要做的是坚持自己的方向，只有坚持自己的方向呢，你才能在行情当中获利。如果你多也做，空也做，做2头蛇，最后呢，你多空方面都会遭到损失，最终呢，你的本金将会大幅缩水，甚至归零爆仓。所以呢，在这段行情当中，我们已经给出了它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黄色三角形啊，这个黄色大型三角形我画了出来啊，然后黄色三角形围绕这个黄色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在这里面反复的震荡，消磨我们的意志。那么最终呢，这个底边线的位置18500美金一定会跌破的。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10500美金，这个位置也会最终到达啊，也会最终到达。那么给自己一点耐心，给行情一点空
空间和时间，让它波动出去啊，让它从我们迷茫当中波动出去啊，最终呢，我们在行情当中布局好自己的仓位，一定会得到趋势上的利润啊。你来听我的课，消耗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啊，要得到的东西，我几乎能把我所知所学都能告诉你啊，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能告诉你，但是最终呢，你要自己把握。为什么说要自己把握呢？因为你的仓位在自己手上控制，你的金钱在你自己手上控制，最终落到行情里面，一定是你自己操作去做的动作。我呢，只是给你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好的方向，一个可以让你供给你参考的方向，但是最终的动作呢，是要由你自行决定。所以呢，我更多给出的建议就是把握趋势，找到位置，控制仓位，合理布局你的倍数和止损。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首先看是周线级别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那么接下来有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这样走下来之后会与前面发生平行，这一点我在前面行情分析当中提到了。那日线级别上，我们看日线级别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它走出了一个箱体结构，并且这个箱体结构呢有突破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突破之后呢，只是以横带跌，但它的整个趋势呢仍然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我们看周线级别已然出现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目前走的是沙僧阴线。周线级别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没有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生。所以呢，当前行情处在沙僧位，周线级别沙僧位的以太坊呢，处于一个震荡行情。那这里的箱体上方有很多阻力日线级别上有这个波峰连线的阻力位，有144日均线的阻力位，有169日均线的阻力位，同时4小时级别上方也一样和日线级别同时都有这样的阻力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1450美金是布局空单的一个好的位置。同时呢，我们如果发生不断的反弹的话不断在上方加空单，直到加到1600美金附近我认为1600美金附近它突破不了所以呢，不断的加空单。未来情况下呢，我认为周线级别以太坊发生下行之后，它的目标点位，周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是1100美金。同时呢，行情还有一个继续下跌的一个预期。我们认为以太坊最终的目标点位260美金，这个我是在以太坊4000美金附近的时候提出来的。因为每轮行情以太坊的跌幅都是类似大概是在95%左右。如果这轮行情以太坊从4877美金跌幅达到95%，残值仅剩5%的话目标点位就是260美金。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下方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以太坊目前处在领跌行情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空标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山寨币依然开始轮动，特别是今天是周一，很多山寨币将要有所表现。那么我们以 ERN 为例目前这个行情波动的已经非常规律了，我们可以在行情当中找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布局的位置就依照这个波谷连线因为它没有合约，我们直接说现货布局的位置大概是在 2.9 美金附近。离场的位置呢，如果止损的位置呢是在 2.7 美金附近，如果跌破 2.7 立即止损出逃到达 2.9 就是我们布局的时间。这个布局的理由就是快速拉升之后发生下跌，形成缺口，一次回补二次回补之后，它必然有可能做出3次回补动作。3次回补动作呢，它的低点的位置和高点的位置我认为会依照这个结构来进行。同时呢，到达从这个低点 2.9 你进场之后，到达上方 3.5 美金附近你可以减仓，但不要全仓搞出去就是不要把所有仓位全在 3.5 美金卖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一次波峰，二次波峰，三次波峰，如果出现第4次波峰的话，
行情容易出现再一步的上行，进一步的上行。那么上行的理由我们在这里首先它有一个悟空阳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是8节阳线的 K 线组。9月29日的这根阳线呢，我们认为它是8节阳线的主阳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8节阳线进行的，所以呢上方我们有对它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一个预期日线级别上涨预期目标位5.5美金到6美金。同时这个位置我们看到 24.8 美金高点这个位置，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这里面5.5到6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我认为是薄弱压力。为什么说弱压力呢？因为它这个运行已经到达近焦点这个位置上了，这个区域它的压力位是弱的。如果 ERN 能够走出日线级别上涨息口，到达 5.5 到6美金之后这个位置到达之后，上方依然会有一个突破上涨的空间，所以到 5.5 到6美金是第二次减仓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第一次减仓的位置是4小时级别收敛动作的第4次波谷的这个位置，减仓之后在 5.5 美金可以再次减仓但是上方还有空间。做行情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刚才说了趋势位置，第3点没有细说，第3点就是控制你的仓位你比如说在 2.9 美金进场之后，你控制仓位的第一个位置是在 3.8 美金那第二个位置是在 5.5 美金。但是呢你手中要有货你没有货的情况下，行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和行情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你手中有筹码有筹码才能和行情建立关系。建立关系的同时，行情有好的波动，有你压对方向的波动，你才能获利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之前提到的 EGLD 今天又有所表现。昨天我说了它的这个位置是形成了一个旗字形旗形整理。什么叫旗形整理呢？就跟旗帜一样，一番上涨之后在高位不断震荡，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震荡过程，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处于回调阶段。所以呢我说 EGLD 表现非常强势。那么通过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什么呢？EGLD 在前面非常强势的上涨之后它从 0. 几美金涨到546美金，涨幅接近1000倍。这么大的涨幅，然后回落下去之后到达低点45美金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它有个均线系统，一个是144日均线系统，一个是169日均线系统。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强势币都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但是 EGLD 它的这种强势币居然没有突破。所以呢我在前面行情当中对 VIP 群这帮朋友首先给了他们这个 EGLD， 然后呢公开个频道到达55美金之后，我也不断的讲 EGLD 它的上方是有空间的。同时在日线级别出现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之后，上方会有唐僧和沙僧唐僧有可能最终呢会突破66美金，突破66美金站上169日均线之后，上方还有空间所以呢这种之前走过一轮行情的强势币，目前在非常弱势的状态下它的表现机会正在出现也包括 Luna C。Luna C 呢我们要看1000倍的 Luna C 因为它的 K 线非常完整，非常好观察。在1000倍的 Luna C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目前它不断的做出结构目前正在不断的做结构。首先呢第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接近近焦点发生突破之后再玩这个游戏规则，形成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发生突破，然后本轮行情第3次玩这个规则当然了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做它的原因，除了它的结构性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4小时级别站上了169日均线，这个支撑位出现了 0.29 美金是一个支撑位。所以呢无论现货或者多头都可以进场，止损位你设置在 0.29 附近即可
它的趋势呢依然处在一个上行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它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2轮日线级别调整之后走出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没有被杀死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走8戒杀僧唐僧。所以呢目前它的调整之后在做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支撑位上方0.29美金上方是有空间和趋势的所以呢对于这种强势回头我们管这种强势币第一次上涨完成之后的第二次上涨，我们管它叫什么呢？浪子回头K 线上它有浪子回头，人它也有浪子回头。一个坏人十恶不作，如果一旦他醒悟了觉醒了之后，他做了好人，很多人会关注他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明星。数字货币市场也有这样的规则， K 线上数字货币市场的 K 线上也有这样的规则还有呢比如说形式上也有这样的规则，比如说 TNB，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C 叉死了之后它这是几乎归零了，跌了 90%， 跌 90%， 后面它又搞了一个 MTNB， 当天晚上上线之后我买了之后一下涨了5倍，为什么呢？这是形式上的浪子回头。搞行情搞 K 线搞事情一定要记住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真理这是真理TNB 它后面出了一个土狗叫 MTNB， 涨了5倍，我怎么抓住的呢？我认为它是浪子回头你看这个1000倍的 Luna C 经过调整之后再度上涨，也叫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它的涨幅是好把握的，有一定性的规律所以呢做山寨就找这些浪子回头的，往往能够获得非常大的利润这种大利润是短期上来的，是违背趋势的，是情绪上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交易者要把握这些把握这个动作。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